因为当初我们在做田调的时候，就是监狱组的公关，他们一直跟我说，我们不要拍这个好不好？碰到一个 NGO， 他就是讲到 JPN 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爱理不理，或者是每一年都在改制度，不然就是有些东西是石沉大海的。弟弟跟哥哥吵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张有自己照片的卡。这个是我田调里面对兄弟里面讲的话是最深刻的。你生长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那个你改不了。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很公平的一个机会。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拷问。今天我们要拷问谁呢？我们找到了富都青年的导演王李霖，还有音乐总监片山良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能杰你好，我是富都青年导演李霖。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Hello BFM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Ryota。是。其实今天这个访问呢，真是好不容易，我们促成了这个访问。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难道这个宣传已经非常足够了吗？为什么就是一直邀请，但是像没有什么下文？后来我们才发现说，是有一点沟通上面的小误会嘛。对，但是今天还是非常高兴，就是导演还有Yoda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先恭喜你们，在马来西亚的票房已经超过100万了。哦，谢谢，因为这是第一步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再往下走。对，是哇，李霖导演第一部的电影，然后现在有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啊，所以今天一定要好好来拷问一下你的这个心得。这个当然我们这个节目通常如果是在访问政治人物的时候是蛮可怕的，对，但是对导演我们会比较温柔一些。马上放轻松。对，大家放松，我们聊天就是啊。那其实在台湾现在的票房已经是超过，没有记错6000万台币。对，然后在香港也是130万港币。对，这个成绩非常的亮眼啊。然后其实我想要很好奇的问导演，就是这是你第一部当导演第一部指导的电影，然后你就做这么稍微比较敏感的一个课题，当初是什么样子的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说你要来做一部跟关于无国籍人士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比较想说关于我成长的这片土地上面的人的故事。坦白说，那人的故事有很多种了，我比较喜欢说情感面的故事，就是所谓我常说的人跟人之间的爱，因为爱有很多种。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做电影的话呢，那我应该要跟观众说什么？那我希望说能带出一些能思考性的题材。因为我自己比较是生活感受很强烈的人，所以你看我之前监制过的2017分贝人生、2019迷失安迪，那都是讲社会议题上面的一些题材。然后呢，可是在这几个题材上面呢，我们还是围绕在最后是回到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对，所以呢，变成我在做富都青年的时候呢，一定还是会回到这个出发点上面去做。只是刚好这次本来我就想写两兄弟的故事，那这两兄弟故事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次议题应该可以从哪里开始下手？可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在3年的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大家都被困在家里嘛，也被困着。然后呢，其实比方说政府发放援助金，那我觉得我们国民都可以拿得到。那请问这些出生在这里的人他们怎么办？然后呢，而且那时候呢，我们其实陆续都看到很多说申请身份证的事情啊，用了多少年啊之类等等等等。这个事件其实一直深埋在我的这几年里面啦，就在我在思考在做题材的时候，所以后来在决定做富都青年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两个元素把它合在一起做。了解。那么其实导演你在决定做这个题材之后，我发现说其实你在电影里面有一些的画面可能在之前我们对于马来西亚国情的想象，或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荧幕上面可以播放的东西，它可能是属于稍微比较敏感的。比如说因为你这次可能也有 cover 到一些跨性别族群的画面，那当然也有一些警察执法的画面。当初在设计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说这个是稍微有一点敏感？有没有担心说可能这些东西上不了大荧幕？其实坦白说，我倒没有担心这一块，我比较担心是后面提到的死刑。因为当初我们在做田调的时候，就是监狱组的公关，他们一直跟我说，就因为我跟Ryota一起去开会嘛，他一直说我们不要
拍这个好不好？他叫你们不要拍这个，因为他说他很担心我们拍了出来，电检局不让我们过，我们就浪费钱了。他就是出自一片好意啦。是，但其实我觉得除了官员有这样子的好意之外，我们自己最近也刚刚做了一个死刑就是废除死刑相关的访问嘛。后来下面真的是骂声一片呢，就是大家对于废除死刑这件事情，其实一般的人都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当初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说，如果是就是聊废除死刑这件事情的话，会有一些冲击因为我知道死刑的这个部分在这部电影里面，它的分量大概长怎么样，所以变成我比较不担心。因为我没有很深刻的再去切入说死刑到发生在这个主角身上会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让大家后面自己去思考的感觉。对，那你回到前面你说的那些所谓比较我们日常会碰到的一些现象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日常啊。那我把放在里面，反而我不懂为什么我并不担心这些画面会被剪掉，或者是会怎么样。反而是一些比较我在电检局，因为今年年初就拿去送审了嘛，他们只是会因为配合我们这一些电检局的一些制度，比方说亲吻戏不能太长，那他只能给我多少秒，那我就配合这一些事情去做。那有一些我已经知道不太允许的，那我还是会稍稍先把它剪掉1-2秒，比方说一些公务员形象的考量点，或者是说警察能不能抽烟这些事情，我还是把它先修一修这样子。对OK， 所以在台湾播放或者香港播放的版本跟马来西亚还是有一些微的，就差那1分钟而已。OK， 所以也没有差很多就对了。因为有一场我能这样讲吗？就性爱场面，其实它不长，它就几十秒的事情。然后呢，就马来西亚因为民情的部分，我不会去挑战电检局，我就遵守嘛。那我只能说马来西亚版本就长这样子，它只要不影响我的故事架构。了解，其实这次导演呢，我觉得不管是在这个剧情的铺陈上面，还有就是演员的选角上面，都非常厉害之外，我觉得你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人，就现在坐在你旁边的音乐总监，他也是这部电影的第3副导是吗？对，优大，我们就是我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我家，然后我们在录节目，然后下一次看到你就在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面在演唱这首主题曲，你知道这个主题曲的这个感染力已经是大到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看电影，在首映会的现场，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点想哭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就导演，你当初是怎么样子找到优达来做就是担任这个音乐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是在2020 AM 颁奖典礼认识他，知道有这一号人物，然后就觉得那一年他就提名2项百发百中嘛，然后我们觉得哇，而且其实在初选的时候但他的音乐都是怪怪的啊，对，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是好了，对一些听众来说可能怪怪，就是但是可能对于喜欢独立音乐的人就听得懂他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不是很容易懂。那你是这样子慧眼就是看上他这样子？其实我应该是先从他那首逃啊逃啊逃啊当初我在整理《复读青年》的其中一个故事，这个过程里面，这首歌也是让我陪伴着我，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里面其中一个角色的心声，在《逃啊逃啊》里面，而且我也喜欢这首歌曲嘛。其实我本来我说本来我不是要做没有身份证的，我是做红 IC 的。我在2020参加创投的时候，我交上去的故事是红 IC， 后来我们得奖之后回来的survey呢，发现到红 IC 下来还有一个叫做没有 IC， 更可怜，这更需要被关注，那我们才把它转过来。要可怜就走到最可怜这样子吗？因为 Riota 他自己也是红 IC 的，所以变成那时候我就在 AIA 那一年2020的时候，就是音乐和看他背景，我去了解他之后，会觉得这孩子很乖。我觉得，因为我喜欢跟有上进心、有想法的音乐人或者是创作人去合作。刚好因为那时候是属于剧目音乐啦，所以后来我也是跟孔老师说，我讲做电影，我想试试看跟他合作，没关系，因为他可能新没关系，可是我有经验，我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这个东西怎么做。对，是优大，要不要说一下在金马奖上面唱歌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其实蛮平静的，
就是在表演上台的那一刻就蛮平静。其实紧张是在于在彩排的时候，因为彩排的时候就是因为座位上都是空的，不过他们就开始连上名字，然后就看到李安导演，看到张艾嘉老师，就很怕。呀，那个在这么多厉害的人面前唱歌，对，有压力这样子。上台那一刻就会觉得好像都准备好了，就是蛮好一个蛮好的机会去介绍自己的音乐，这样跟自己的名字这样，有一点像发卡片的感觉。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整部电影的所有的音乐都是你负责，对吗？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跟这个主题曲的整个调性、痛调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呢，对吗？你是怎么样子开始去我们先来谈这首歌好了，好，就是主题曲的部分，你是。词曲是哪一个先出来？然后你是怎么样子开始去创作这首歌？我记得是在前年的1月份吧，就导演发了剧本给我看，然后我读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幕就讲这阿邦跟阿迪逃亡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一路以来这4个字。然后最奇怪的是，我想象在我们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钢琴的编曲。然后就开始去发挥这首歌这样，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不肯定了，因为我当那首歌是一首插曲，就是插曲在那一幕而已，也没想到会变成主题曲，所以我去到看景的时候吧，就是我加入了第3副导之后，然后我再把这个音乐拿出来再听的时候，看着那一幕的时候，我就有立刻的跟导演说，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这首歌可以变成 maybe 第二首就插主题曲也好，插曲也好，这样子。了解。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很多的配乐也好，或者是歌曲，其实它是非常恰到好处，而且是能够把那个剧情和那整个的氛围给挑出来。那当然也有很多的部分是没有音乐的，它是完全是我们可以看到演员在里面精湛的演出，或者是那个情绪的堆叠。究竟是怎么样子决定说哪里要有音乐，哪里不要有音乐呢？是哦，是凭一种直觉吗？还是说？我觉得剪接那边开始，我觉得从剪接吧，因为导演跟剪接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喜欢的 reference，所以他们就会拿他们自己喜欢的 reference 摆上去，然后就开始跟画面一起走，然后大概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in point 会比较好，还是这个出点会比较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也 OK， 就是他们的建议跟他们的 idea 都非常的丰富。了解，给我非常多灵感。其实我觉得在配乐上面对他有点不公平，因为我做这个案子的后期，其实as一个新的配乐老师呢，或者总监呢，他其实需要最少要3个月，可是我没有给足他3个月的时间，要给足3个月啊？对，他就一面做一面再改，一面做一面再改，因为我的时程表已经排好了。坦白说，所谓排好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很确定的知道我的第一个影展几时要去，然后呢再往前推，我的后期所有东西几时要弄好，几时要给，你知道吗？这些东西时间是很紧张。你看我7月初一排好，我2个月内就剪完了，我就马上就定第一稿，然后定第一稿表示音乐也差不多在里面了，所以他也是很痛苦的。他有一条音乐被我推了10次，推到已经怀疑人生了。就钢琴的有一条音乐，所以Yoda下次还要跟导演合作吗？我一定要啊，一定要。就算是这样子，还是要，对不对？要。其实那个压力会不会其实也是成为一种动力？就是他有这个时间上面的限制，反而就是会激发你更多的灵感。这样子。这个是其中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我有参与前置。其实我在前置的时候就看到工作人员们跟导演们的付出，跟他们很用心的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爱在他们整个筹备这的过程。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想回这工作人员们的辛苦，然后就把那压力一直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不可以辜负这班人，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在尾端了。是，所以第3副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就是叫狗不要飞。没事，在开玩笑。控制小朋友不要哭，叫狗不要飞，是吧？最难的都给他去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经验，所以我其实也不懂什么是第3副导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就跟着我的第1副导就是 Charlotte，一直跟着他，他也很乐意的教我，然后最后我就做了好像帮助电影的，好像prison officer 跟 prisoner 的一些沟通。
就是要怎么把这些正确的方式，然后放在电影，还有手语。然后手语的部分也是有去联络、去找，然后安排。所以导演你很聪明耶，你知道说要让做音乐的音乐总监要参与到整个制作里面。其实他是第一个最早跟我入组的他是第一个最早跟我入组，第一批的工作人员就对了，就第一个，还不是第一批，就跟着我先做，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做前期，我自己在默默的开始弄。因为坦白说，因为在疫情那3年，其实因为 Ryota 本来就是歌手嘛，那3年来有什么娱乐产业可以做，那有什么唱片歌曲可以弄，然后他自己也是碰到一些对自己往下走到底要怎么走，他也是来找我喝咖啡喝茶聊了几次。后来我觉得，既然如果我要找他做配乐，不如我早点拉进来好了。反正我也因为他的英文跟马来文非常好，他可以在比方说相关公家单位的一些角色，我可以交给他去处理，都学嘛，不懂就是一直在学。对啊，就是这些原因，然后他就是变成第一个先跟我入组。了解。好，导演，在讨论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因为叫做财经拷问嘛，所以我们还是免不了要有拷问的部分了啊。但这个拷问呢，其实是来自一些观众的一些观后感，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让导演可能可以来回应一下一些的疑问。那当然也有人说，这部导演可能就是选角选得好，演员表现得很好，因为毕竟是金马影帝嘛。是。然后但是有人在剧情的部分呢，就是会有一些意见，就觉得说这个剧情的铺排可能看不懂，或者是太沉闷，我会觉得说这个剧可能写的不是很好。这不是我的意见啊，只是我看到有些网友的这个想法，所以导演要不要来回应一下这一方面的一种看法？坦白说了，因为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不做导演或者是做监制，我也是一个观众嘛，我还是会去买票去看电影，然后看电影我会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情，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观嘛，对，我可以去评论嘛。那我觉得永远是这样子的，哪怕是做歌、做音乐、做电影也好，你产品端出来摆在台面上面，你就要听各方面的，就看你自己的心能打多开，然后去接受这些意见。当然有些意见我觉得因为我们分辨得出大家的意见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坦白说，因为对我来说有些问题是专门就是针对这一种比较属于对我说是比较不理智的情况下，也不是建设性的建议，对，你就是为了提而提这个事情。那这些问题的我基本上我都是跳过就不看了。那一些建设性的，然后他有给我一些有些评语，他会把我点醒一些说，原来在一些比方说一些剧情上面的转折，一些人物上面的走向啊，他们看到一些问题在哪里，那我就会把它笔记下来了。因为我觉得 come on， 我是第一次当导演好不好？而且呢，我觉得能写一个很好的剧本的人是神呢，我也第一次来自己弄剧本，然后当然有心结还有初期的一个老师来帮忙，可是我觉得写剧本太难了，这不是我厉害的事情。因为我是新导演，虽然我当过监制，我在所有的做过程里面，其实我都是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我都全部听，所以变成说现在成品出来了。我跑了这么多影展，这么多不同地区的观众，大家给的意见有些更 harsh， 对，看到我自己要去喝杯冷水，喝杯冰水，这样子让自己冷静一下，还是常常喝酒把自己灌醉，所以变成有些其实也不一定说网上的评论有时候现场观众问的问题也是很直接来的。那我觉得有些问题，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复。有一个问题其实大家蛮常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哥哥最后阿邦没有告诉阿迪说其实人是他杀的。对，这样我们有一点涉及剧透，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了吧。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导演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其实这个事情是我很早在剧本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的，就是这个秘密只有哥哥跟观众会知道，弟弟不会知道这个。然后呢，因为但是难道弟弟他不知道，他不会就是一辈子带着这个负罪感吗？他就是带这个，他就是要好好的活下去啊。所以哥哥想要利用这个负罪感帮助弟弟好好的过生活。这个在 OK， 其实我们有自己检讨了，坦白说，因为我们有把哥哥跟弟弟的人设写得非常清楚，几岁发生什么，可是因为来到现在，因为我们拍的是现在这个发生的时空里面嘛，所以变成说也是有观众挑战，为什么弟弟那么恨爸爸？
为什么那么有至于那么恨吗？那因为我们没有，我就在一个剧情上面的时候，其实没有把它去完全的呈现出来，所以是有点这个我会检讨。然后呢，到后面哥哥的时候，其实哥哥本来就是一直在守护着弟弟。然后其实在哥哥的人设背景在铺陈的时候，其实哥哥本来就不想活了。自从他家父母火灾死掉抱孙子也没有的时候，他从孤儿院逃离出来的时候，其实他本来就不想活下去了的。直到他流浪的时候碰到弟弟，弟弟突然成为他活下去的动力，他已经忘了死这个事情，所以他就继续守护弟弟。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加上他已经知道弟弟找到爸爸了，是可以往下走的。他本来也不想杀掉那个，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错手，当你要用一个错误弥补一个错误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香港有一个影评人就写说，善良的人做错事是最难被原谅的。所以呢，为什么会最难被原谅？因为你无法接受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对啊，可是我觉得在那种情况，在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背景，在那的一个基础上面呢，其实哥哥本来不是说为了要保护弟弟而去做了那个事情，并不是的，当下绝对是一个错手。而且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我们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点其实都讨论得很清楚，是要发生这个转折，是要这样走下去。对啊，其实导演，我觉得大家会对你的戏有这么多的疑问，或者是这么多的意见，我觉得大家是喜欢的，因为喜欢，谢谢。然后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有没有？就是或者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大家是因为在乎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希望说，这部电影它的讨论可以回到无国籍人士这件事情，因为刚刚佑大也有提到说你是红灯记，对我看了很有感触，是因为我妈妈也是红灯记，对，因为台湾人嘛，然后嫁来这里就是真的一辈子你都拿不到身份，所以我很有感触，然后我也很希望说这件事情是被更多人去讨论的，所以我看得出这部电影它其实做了很长时间的田调，因为有非常多的细节，但是我非常好奇，导演还有佑大，你们可能都可以回答，就是在你们做田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经历或你们听到的故事是其实也是很触动你们，但是还没有被放到电影当中的，有吗？我几乎都把触动的全部都放到电影里面了，就包括那3个小女孩的遭遇，原生家庭是印度家庭了，然后他们真是从北部下来要跳楼去死掉那一种，因为就是在疫情期间就被剥削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弟弟在跟哥哥吵架的时候，那个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一张有自己照片的卡，这个是我田调里面对兄弟里面讲的话是最深刻的，因为那弟弟就跟我说，在20年，他活到这20岁，他人生中最难过的事情就是他的皮包里面从来没有一张卡片是有自己的照片的，所以这个是我很深刻的事情。当然那些 operation 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印尼女工，就是他每个拜六来帮我打扫的，就发生在他们的 flat 楼里面。所以这些事情我里面所展现的情节都是根据田调直接把它转过来写的。了解。其实佑大身为一个红灯记的持有者，其实你的生活跟一般的国民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不，可不可以讲？就是没关系，你先说。如果太敏感，我们等一下再剪掉。除了买家吧，买家还有一些 benefit， 就是买家的话就必须要超过1 mil， 尤其在 KL，然后2 mil 在 PJ。我可以说一下吧。我其实，在读剧本的时候，我感触非常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这个 I don't know。they call it 身份证 maybe，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每90天我就要出境，跟我妈妈一起出去，然后再回来，又出去又再回来，大概有2年的时间，真的也蛮辛苦的。对，而且那个费用非常高。对，所以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理解这个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感觉啊，是这些义工们的心情这样。对，导演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后，你会想大家用怎么样的方式继续去关注这个族群？其实当然，首先是一个 create awareness 的关注点了，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要培养一个同理心吧。而且我觉得香港另外一个影评人他写得非常好，其实应该说他看完之后他说，复读青年是一面镜子，你看完之后你要反思，不是反思里面的人，是反思自己。你反思自己，就是你看他们连最基本的爱都没办法去承担，那我们有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轻易的放弃？我们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珍惜？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反思自己。当然 from the other side 就是我希望
无国籍这个事情在政府的。希望政府单位啦，就是相关单位可以再继续往前的去改进和去修，因为它是宪法的问题啦，内政部宪法的修正的问题。了解，是因为我自己在二刷之后，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哭得那么惨，但是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还是很难过，然后是有一点点泣不成声的感觉。为什么这样？除了当然是演员很棒，然后导演的剧本很棒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后来我自省，是因为当你想到，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当我们想到现在在我们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点生活的人，他是过得这么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们自己在媒体里面工作，我们也发现说，无国籍人士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很多的 YB 或者很多的政治人物的一种筹码，就是他们有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或者是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制度，让大家可以去解决或者是申请。那变成说，政治人物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筹码。OK， 我帮助这个谁谁谁拿到国籍，但他是用特权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就会让我觉得更加悲哀。当然，我必须说，有人可以用特权帮助到一些无国籍人士拿到身份，这是好事。但是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持续下去，它不应该成为一个特权界，对，治标不治本。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建立一套制度。修改我们的宪法也好，或者修改我们申请国籍的一个很明确的规章制度，让大家都可以走到制度里面，让大家都可以公平的去得到马来西亚的国籍。是因为我们在田调时，我们碰到一个 NGO， 他那个负责人就长期都在抗争这个事情。他说他每次讲到相关单位，他整个就讲到 JPN 的时候，他自己就愤愤不平这样。对，因为他觉得那个手续怎么样，每一年就是就处在那时候根据整个的讨论访问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爱理不理，或者是每一年都在改制度，不然就是有些东西是石沉大海的，就是觉得那个态度上面其实不积极的。所以就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很失望。然后可是他们又不能放弃，因为都走了这么多年嘛。对啊。对，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因为马来西亚也改朝换代了嘛，那我们也希望说，这部电影它所引起的大家的共鸣，能够更加的去推动以后这件事情的制度化嘛。对，能姐说的很好，是对。当然，导演就是非常谢谢你，因为你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在国际间得到了共鸣，得到了奖项。希望这些人的遭遇能够更多的被看见。导演接下来还会继续在指导吗？会啊，我有机会的话还能拍的话，我当然是还是想回到马来西亚拍啊。可是我那时候跟团队说，哇，第二部应该更困难的，应该是完全马来西亚不能上吧？有时候，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台湾媒体那边我有访问，有讲过，哪怕在纽约的影展的时候，我有大概 share 了一下。我其实第二部一直想做移工跟难民在马来西亚，可是它有 LGBT 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是很难的。然后可是这个需要很长的一个田调来去想，然后架构故事概念是有了，可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单单讲2019，你看我做跨性别这个迷失安迪，马来西亚就不能上了，所以变成自己要再重新思考了不过他们有跟我说，你可以不要再拍那么悲伤的故事了吧，你可以欢乐一点点。可以吗，导演？可以的，我觉得也是有欢乐的泪水不是一定是悲伤的眼泪这样子。但是导演，我觉得你很难呢。我觉得因为你很喜欢这种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跟触动的故事的话，是，对。因为刚才我听你在讲说，当你为什么会被这部电影触动？因为你想到在某个角落有这么苦的人在生活面对这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在这么苦的人生里面，他们的那种爱让我是更感动的。他那种无私的付出的，他是那种给予的那种的关心，是大于我们所能想象，或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种爱。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关心对方，那么爱对方，那么连接在一起？对啊，而且他们的快乐来的这么样的简单。导演，我有看出来，就是比如说，就是玛妮姐的这个生日会，他们就可以简单的食物、简单的音乐，他们就可以快乐的跳舞。对啊。我记得康仁在台湾我访问他讲过，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站在高处看他们，其实
他们并没有在低处看我们啊，他们也是当着我们是同样平行在看彼此，为什么我们要觉得我们站在高处看他们呢？所以在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们也有他们快乐的那一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惨。有时候，对，导演，我觉得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理解这些人群的时候，我们要平视他们，我们不能够这样俯瞰他们，觉得说我们高高在上，然后他们需要我们的施舍或怜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我们生而为人嘛。了解。好，Yoda 呢？Yoda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期待到你的全新的专辑？怎么样？这个问题不能问是吗？有在准备，有在准备是吗？有在写歌了，有大概有20首歌。不可以给你压力这样。是可以啊，我需要压力啊，真的吗？我需要，这样就是给我压力的。哦，所以现在音乐你也是他的老板就对了。对，因为我就把 Ryota 拉进来公司了，结果我们就一家人了，大家一起来往这个目标吧，希望明年会有。我们公司很多的年轻朋友都非常喜欢你的东西，谢谢。是，所以一起加油。好啊。对，那导演就是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你明天还要去台湾是吗？后天星期四我就要飞台北，因为我们要因为台北的票房还在继续往上走嘛，我们就回去还是有很多的活动要去做。对，然后大概因为下个月新加坡要上映了，所以我们在计划中应该是也想过去新加坡一趟宣传吧。了解。导演很像你们有说，如果马来西亚破300万的话，你要再把2位演员带回来。我们去普渡庆祝啊，真的吗？办庆功宴，到时候再把可以帮忙吗？把2位演员也带过来，我们再做一轮访问。好啊，可以吗？可以，你答应的哦。你说的。我来不到 studio， 你可以来我们的饭店做访问，可以吗？可以，我们可以带器材、带人员过去，没有问题。可以。好啦，非常谢谢导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正在收看 YouTube 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所有的影片咯。我们下次见，拜拜。